别人穿越当王爷，争皇位夺天下。我朱素不一样，我只想远离皇权，种地保命。苏哥哥，你当真不愿娶我？妙云妹妹，慎言啊！父皇今日留魏国公用膳，多半是为了你和我四哥的婚事。你与四哥，那才是天作之合。可若我说我不愿意呢？完了，这是送命题呀！你不愿意嫁朱棣，你去找朱棣啊！赌我一个老五的床算怎么回事？徐家妹子，你别问了，我替老五回答你。四哥，他愿意，他1000个10000个愿意。他暗恋你3年了，睡觉说梦话都是你的名字，书桌体面全是他偷画你的小象。我没有，你有，你特别有。都滚远点儿！谁也不准靠近我武帝寝殿，听见没有？苏哥哥，原来你……妙云，别理他，老四胡说八道呢。你摁个锤子！你这笑的怎么像打了胜仗？别喝，鸡汤就够了，酒伤身，你别想不开啊！妙云，有话好好说。老五出事了！二哥、三哥，别听了，这叫偷听，不厚道。可里面都砸东西了，你傻呀？徐家妹子一个姑娘，能把老五怎么样？人家小两口说话，咱们蹲门口算怎么回事？小两口，马上就是了。最好闹大点，最好马上传到父皇都知道，这样我就解脱了。滚！谁敢靠近院子半步，提头来见！大姐她真敢啊！他从来就没打算嫁燕王，摔的不是酒，是救命运。朱素，这酒我摔了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徐妙云的男人。你疯了！我没疯，我清醒得很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明日满宫都会传你深夜进我寝殿，还摔了酒坛。所以你更该娶我，不然明日满城都会传吴王殿下逼的魏国公找女深夜自尽。这哪是女诸生，这是女诸葛吧？你说过，女子不是货物，婚姻不该只听父母安排。真心喜欢一个人，就要勇敢争取。那是故事，故事你懂吗？我懂，所以我来了。你这是勇敢争取吗？你这是兵临城下。那你开不开城门？等等，这鸡汤放了什么？我给过你机会的，舒哥哥。什么机会？你若答应娶我，酒里的解药我早就给你喝下去了。鸡汤是药，酒是解药。徐妙云，你把兵法用在嫁人上。是你教我的，喜欢一个人就该拼尽全力。我还教过你男女平等，没教你这样来。我若不这么做，明日我就被送去燕王府。你会继续躲在田里看你的稻苗，看我嫁给别人。朱素，我不想嫁别人。你知不知道，我若娶了你，就是抢了四哥的婚事。燕王不愿娶我，父皇愿意，那就让陛下知道，是你愿意。我不愿意。你撒谎。完了，被围城了。你说哥哥，真心喜欢一个人就不能退？
去妙云，你真是比我想的还狠。那你怕吗？天德啊，你说咱家老四老五配不上你家大闺女，你再想想。不用想，你家那几个小子哪个像能安分过日子的？老四是皮了点儿，哪回逃学、爬墙、偷鸡，不是你家妙云帮着打掩护？那是因为妙云心软，他把朱棣当弟弟，不是看上你家猴子。那老五呢？老五种地，种的是你家后院那块荒地吧？你家妙云天天带饭去送，还偷偷给他擦汗，这也是把他当弟弟？那是因为他知道老五傻，想救他于水火，不是动了情。得了吧你这话骗别人行，骗咱俩从小一块泥坑里滚出来的，你撅个屁股，咱都知道你要放什么屁。行了，俩老货当着孩子面胡咧咧什么呢？父皇、徐叔，我真什么都没听见。天德啊，老四老五哪有你说的那么混？老四是闹腾，可拳脚功夫，兄弟里头谁压得住他？你若收他当女婿，待在身边多打磨几年，还怕他成不了气？就是，老五呢，是你一块糖一口奶看着长大的，这孩子实诚，懂礼，不惹事。你家几个闺女哪个不喜欢围着他转？尤其妙云，跟他几乎形影不离。嫂子，那是小孩子情分。老五呢，是你一块糖一口奶看着长大的，这孩子实诚，懂礼，不惹事。你家几个闺女哪个不喜欢围着他转？尤其妙云，跟他几乎形影不离。嫂子，那是小孩子情分。这嫂子真不是一般人，难怪朱重八被他拿捏得服服帖帖。嫂子，我不是不愿结亲，只是这事总得先问问妙云自己的意思。陛下，出事了！陛下，皇后娘娘，吴王殿下被徐家大小姐关在屋里了。什么？两位徐家小姐还把下人全赶跑了。燕王殿下说没事，奴婢刚走到院外，就听见屋里哐当一声，像是坛子砸了。奴婢怕吴王殿下出事，这才斗胆来报啊。陛下，臣罪该万死，是臣没教好女儿。天德，你先起来。妙云那丫头从小倔得像头驴，她若真伤了吴王，臣万死难辞其咎。说清楚，到底咋回事？奴婢真不知道，只看见徐家三位小姐拎着食盒进了吴王寝殿，门一关，屋里的人全被轰出来。后来奴婢们想冲进去，可阎王殿下堵着门，谁也不让靠近。老四也在，在，那就没事了。这还叫没事儿？妙云、二丫头、三丫头都在，老四也在外头盯着。真要出人命，能轮到这侍卫来报信儿？多半是俩孩子拌嘴，打翻了个罐子。你家大闺女那脾气，火气上来砸个碗不稀奇。陛下，这不是砸碗的事儿。臣女深夜闯入亲王寝殿，成何体统？还是殿下，先起来。可妙云若真冲撞吴王，许家上下都没脸见陛下。哥，咱让你起来。老四临走前说什么了？燕王殿下说，谁敢靠近院子半步，提头来见。好你个老四，平日混账，关键时候倒会替你弟弟守门。母后，看来五弟这次真不简单。闷葫芦不响，想起来吓人。臣这就把小女拽回家，好好管教。妙清、妙锦，你们大姐呢？爹，她是不是在里面？爹，您先别急。我能不急吗？他深夜闯吴王寝殿，还把下人赶走，这是要造反吗？爹，不能
进去，真不能进！让开！爹，我拿性命担保，大姐没伤吴王殿下，他们有正事要谈。正事？关着门谈，还摔东西？你们三姐妹到底搞什么名堂？老徐啊，孩子们自己的事儿，咱们这些长辈也不好硬闯啊。陛下，里面是你儿子，里面也是你闺女。行了，咱就看一眼。要真没事儿，咱立刻走。而且快！站住！妹子，两个大男人往前凑什么？滚远点！咱就是看看老五。看什么看？有我在，用得着你看？这小兔崽子平日闷不吭声，关键时候倒惹出这么大的事。妹子，屋里到底咋了？娘娘，你俩大老爷们儿瞎打听什么？今儿这事儿，谁敢往外漏一个字，舌头别要了。是皇后娘娘。行了，咱就看一眼。要真没事，咱立刻走。而且快！站住！妹子，两个大男人往前凑什么？滚远点！咱就是看看老五。看什么看？有我在，用得着你看？这小兔崽子平日闷不吭声，关键时候倒惹出这么大的事。妹子，屋里到底咋了？娘娘，你俩大老爷们儿瞎打听什么？今儿这事儿，谁敢往外漏一个字，舌头别要了。是皇后娘娘。朱重八，哎，你儿子要是不娶我女儿，我今天就掀了你这皇城！你放心，老五这混账，咱亲自收拾，打他20大板，绝不轻饶。20大板就完了？那不能，事儿到这一步了，打板子是给你出气，婚事也得办。谁说我要把女儿嫁给你家老五了？你刚说的啊，他不娶你就掀皇城，那他娶不就不用掀了？你天德，孩子既然走到这一步了，咱们做长辈的不能再只顾着发火。妙云是好姑娘，老五也不是轻浮的人，这事儿该给他一个交代。妙清，妙简，爹，等你大姐出来，立刻带她回家。是爹。朱重八，你给我等着！等着，咱明儿就带老五登门赔罪。成了，8、9不离10。咱家老五平日种地种得灰头土脸，没想到还真有本事。越是不争，越藏得深。而且，大姐这回算是赢了吗？至少
没人能再把他推给燕王了。自作自受，哭着也得受着。女书生就女书生吧，总比被父皇和徐达一起活埋强。姐夫，你们俩喊谁？当然喊你啊！昨晚那么大动静了，满院子都听见了。你要是不认，就是负心汉。妙群，别说了，这下大姐肯定得请我吃糖葫芦。妙云为什么要请你？我说了吗？没有吧，姐夫你听错了。哎呀，姐夫杀人了！我早就纳闷儿，妙云那么守规矩的人，怎么突然敢闯我寝殿？原来是你这丫头出的主意。冤枉！我只是略微提点了一下，提点？就帮大姐坚定了一点点决心。好一个一点点！今天我替你爹好好管教管教你。姐夫，别，不是我一个人，二姐也掺和了。二丫头也有份。我没有，妙金她胡说。二姐，你昨晚明明说，只要大姐进了门，姐夫就跑不掉了。姐夫，我是被妙琴带坏的。二姐，你背叛我！你们姐妹俩，一个出谋，一个放风，一个比一个有本事。那还不是为了大姐？她喜欢你那么久，你天天装傻种地，我们再不帮她，她就真要被许给燕王了。姐夫，大姐不是一时冲动，她是真的不想嫁别人。这徐家几个丫头，没一个省油的灯。所以姐夫，你认了吧？认归认，你俩背后算计我，这顿罚少不了。罚什么？抄女诫100遍。100遍？姐夫，你还不如打我！我可以抄。二姐，吴王殿下，陛下宣您去慈庆宫。来了。姐夫，陛下不会打你吧？打不打我不知道，但你们俩要是再使坏，我回来先罚你们。姐夫放心，下回再敢算计我，就不是抄女诫100遍，那是什么？我让你抄大明律。姐夫你好狠！照顾好你们大姐。二姐，你脸红什么？以后大姐嫁进来，我们姐妹几个就能常来吴王府了。你别再乱说了。大姐，这事儿成了。你个兔崽子，跪下！平日里胡闹也就算了，今日竟敢干出这种没脸没皮的事儿！说，谁教你的？谁给你出的主意？没人教我，是我自己想的。你还敢嘴硬？丑八！闭嘴！今日不打醒他，还真以为天底下没人治得了他？父皇，错在儿臣，儿臣喜欢妙云，听说您要去徐家为四哥提亲，儿臣等不及了。他为我连名节都豁出去了，我若还装怂装无辜，那还算男人吗？你还觉得自己有理了？父皇，别打了，再打真要出人命了！滚开！都是儿臣这个当大哥的没带好他。您罚儿臣，儿臣替他受。今日不打死这个混账，我朱家颜面何存？朱重八，你给我住手！你真要把我女婿打死了，让俺大丫头守寡不成？女婿，徐叔这是认了。就是
你就算气疯了，也得想想人家徐家姑娘。疼不疼？快让娘看看。没事，早料到有这顿揍，就是没想到徐叔会护着我。哼，谁护着你？我是怕妙云年纪轻轻没了夫君。你这傻孩子，你喜欢妙云，直说不行，我们还能拦着不让你娶，非得闹出这种事。娘，是儿臣不对，错全在我。你记住了，以后要是敢亏待徐家丫头一根头发，下次打你的就不止你爹一个，还有我，还有你岳父，都会拎棍子上门。儿臣明白。这话哪是说给他听的，这是说给我听的。生米都煮成熟饭了，还能反悔？天德啊，事都到这一步了，老五和你家大丫头的婚事，你啥意思？我答应，但他要是敢亏待我闺女，哪怕砍头，我也不放过他，打断2条腿都是轻的。放心，他敢碰妙云一根头发，我先把他腿砸断，再丢猪圈里养着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事，求个恩准。别整那些虚的，咱俩现在是亲家，有话直说。北征，我要带他去。这小子整天围着地头转，满手泥巴，像什么亲王？趁早扔军营里练一练。老五当年那场大病伤了元气，身子骨还没彻底恢复，拿不动刀，拉不开弓，上了战场连自己都护不住。是啊，徐叔，武帝虽有错，但罚也罚了，可北征不是儿戏。吴王，你自己说，去不去？我愿随徐叔叔出征。老五，不过有句话，我是不敢苟同。说，您说种地没出息，这话错了。民以食为天，自古打仗拼的从来不只是刀，是粮。百姓吃得饱，天下才稳；将士有粮，才敢拼命。军营练兵重要，田里长粮就不重要吗？你少拿大道理糊弄我。当年父皇和徐叔叔起兵，是因为袁廷贪官害民，还是因为百姓饿得吃树皮、卖儿卖女？您摸着良心问，要是当年人人都有一口热饭，天下还会乱成一锅粥吗？您和父皇还会拎刀上战场吗？少来这套！你是大明塞王，不是地主老财。你的差事是镇边关、压胡毒，不是掰苞谷、掐菜苗。那要是我能让1亩地的收成翻1倍，胡扯！徐叔叔不信？地有产量，天有收成，哪有说翻就翻的？那咱们打个赌，赌就赌，但别耍花招，别说翻倍，你只要能让亩产涨1成，我就算你有本事。1成，没问题。去年黄庄那几亩试验田，亩产早到3段5网，今年换了新法，4段起步。1成，徐叔叔，你这刀递的真顺手。好，咱给你们当公证人。要是你输了，从今往后不准碰1粒种子，乖乖跟我去军营吃苦。可以。要是老五赢了，这回北征就不去了。父皇，换个赌注。你还想要什么？我要是赢了，就把妙清和妙锦接到我身边，我亲自教他们半年。老五，你这操作是想把徐家2个丫头也一并收了？
大哥，想什么呢？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他们心思太活，胆子太大，若不教一教，迟早闯祸。正好，我也懂些新学问，教他们半年，省得他们再乱出主意。这小子怕不是想一锅端？你赢了，就让妙清、妙锦跟你学半年。可你若输了呢？我随您北征，军营里怎么练，您说了算。不许喊苦，不喊；不许逃，不逃；不许拿吴王身份压人。在军营里，我只当徐叔叔麾下一小卒。行，我答应。军前无戏言，这赌家定了。老五，你背上还有伤，先让太医看看。娘，等回来再看也不迟。回来？你要去哪儿？黄庄。现在既然打了赌，总要让徐叔叔亲眼看看我这些年到底在地里种出了什么。好，咱也去看看。父皇，您日理万机，儿臣先去准备，等田里见了真章，再请您亲临。行，咱等你给徐天德长长见识。别到时候长的是笑话。是不是笑话？去了就知道。昨夜，我竟真把事情做到这一步了。人呢？朱素，你若敢不认，我便哭到全京城都知道。大姐，是我们。大姐，你赢了！什么赢了？姐夫去慈庆宫了，皇上、皇后、太子还有爹全在。他们为难他了？何止为难，皇上一怒之下拿戒尺抽他，背上都见血了。见血？可姐夫一句都没推。他说是他自己喜欢你，是他等不及，是他不该用这种法子留你。明明是咱们设的局，他全扛了，一个字都没把你牵出来。苏哥哥，大姐你别动，姐夫只是皮外伤，太医已经去看了。现在他人都去黄庄了，活蹦乱跳的。黄庄？他和爹打了赌，爹说他只会种地，没出息。姐夫当场反问：百姓吃不饱，天下如何安稳？大姐，你是没看见，皇上和太子眼睛都亮了，爹被他说的半天接不上话。他一向如此，平日看着散漫，心里装着的却比谁都大。不过他也没少收拾我们。你们腿怎么了？还不是姐夫打的。他说我们背后使坏，要替爹管教我们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若不是你嘴快说漏，我能被拖下水？二姐，你昨晚明明也帮忙了。我只是怕大姐受委屈。他打你们，是气你们胡闹，也是护我。护你是真护你，凶也是真凶。大姐，姐夫没有逃，也没有怨你。我知道，我用这种法子逼他，他本该恨我的。可他没有。他还认得比谁都快，爹都喊他女婿啦。爹真这么说？千真万确，爹还喊朱皇上说姐夫要是不娶你，他就掀了皇城。爹这个脾气。皇后娘娘也说了，姐夫若敢归待你，所有人都会替你撑腰。他替我担了骂名，挨了罚，还在爹面前挺直腰背，是我欠他的。姐，那咱们去城南黄庄吧，他们全去了，肯定热闹。大姐，你若担心姐夫，去看看也好。不去。啊？回家。现在？我现在见他，只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等他从黄庄回来，再见吧。
好，我们陪你回家。陛下，这穗子20多粒，还没几个别谷。咱当年种地，一根穗能结15颗饱满谷子，都算好年景。老五这根比贡稻还齐整。徐叔叔，您看这稻子还行不？我这试验田一共10亩，咱不比最高产量，那东西碰运气，咱就算平均亩产，公平吧？没毛病，听你的。来人，在，全给咱割了，一株不许剩，脱粒、称重、计数，谁敢弄虚作假，定当重惩不赦。是。老五，撑不住就先回车上，我得亲眼看完，怕徐叔不认。不是，我想看看父皇高兴的模样。老五啊，老五，你要真能让百姓多吃一口饭，咱这个爹今日就算给你赔不是也值。王景恒，称准些。陛下，大喜啊！多少？说。吴王殿下这10亩田，总共收稻谷6378斤，每亩637斤8两。什么？600多斤，这得多养活多少百姓啊！若天下田亩都能如此，大明每年少饿死的人何止万千。儿啊，父皇，这才刚开始，再过几年，这地里的稻子亩产还能往上翻，还能更高？都600多斤了，你还想往哪高？现在才第2代，再养几年，1000斤往上没压力。1000斤！一派胡言！咱种了一辈子地，700斤都能写进史书，1000斤，你是想让咱上天摘月亮吗？刚刚你们不也说我输定了？老五，你跟咱说实话，真能到1000斤？真能。你要是敢拿这事儿哄陛下，我第一个不饶你。徐叔叔放心，粮食骗不了人，田也骗不了人。明年、后年，一收便知。这才哪到哪儿？要是土豆、番薯找回来，你们怕是得惊得合不拢嘴。老大，儿臣在。这些稻种一粒都不准动，明年全大明挨家挨户发下去。有了这新稻子，不出3年，大明的田地都得活过来。饿肚子的日子，咱一脚给他踢开！父皇，这些稻子不能当种子。啥意思？不能种？刚说能救天下，现在又不能种。能种，但结出来的穗会变小，产量一落千丈，跟以前的老稻子差不多。那明年种啥？种子在哪儿？父皇放心，儿臣早安排好了。安排啥了？专门留了一块种田，收了整整10仓好种，都封在粮库里。那批才是明年该播下去的种子。好，
好，咱老朱家真出了个神仙儿子。老五，你这回是给天下人立了大功，说吧，想要啥？金银、田地、爵位，只要你说得出口，老子豁出这张老脸也给你搞来。你这孩子藏得娘好苦。老五，今日之后，再没人敢说你种地是不务正业。这小子满手泥巴，竟真是在给天下人刨活路。房子有，王位有，媳妇儿快有，粮食也堆成山，我还真没想好要啥。愣着干什么？开口！父皇，孩儿暂时还没想好，不如先欠着，等我想明白了再跟您说。准，哈哈哈哈！欠着就欠着，咱朱元璋今日说话算话。你什么时候想好了，什么时候来找咱要。谢父皇。吴王殿下，臣有眼无珠，不识天命，这赌是臣输了。那个徐叔叔，妙清和妙锦他们明日辰时来我府上接人。但你记住，他们是去跟你学规矩、学本事，不是任你胡来的。徐叔叔放心。陛下，臣告退。前脚还夸我救天下，后脚就看我像半夜撬他家窗户的贼。老丈人这变脸比天还快。老五，你小子比咱当年还狠。父皇，儿臣干什么了？素儿啊，你这脑子种地时挺灵，怎么一到这种事儿上就不转弯？行了，今日你也累了，道种的事儿明日再细说。背上的伤别硬撑，回去让太医好好上药。儿臣知道。老五自求多福。大哥，连你也这样？明日去魏国公府，记得说话稳些。妙清、妙锦，你们俩腿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。谁摔跤了？明明是苏哥哥，疼死我了！妙锦，闭嘴！你这张嘴怎么什么都往外说？你想害死我们吗？可是我说的本来就是真的嘛，我们就是……别说了。姐妹一起，畜生！如素，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！10岁啊，才10岁，他怎么下得了手？我今日绝饶不了他！二姐，爹怎么突然发这么大火？全怪你，张嘴就乱讲。现在好了，爹要去杀素哥哥，咱们怎么办？找大姐。对，只有大姐能拦住爹。徐天德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来了。你到底吃错了什么药？那姓朱的给你灌了什么混汤？你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护着他？素哥哥待我好，我自然要护他。待你好？他若真待你好，就不会让你变成这样。他没有欺负我，是我主动的。你说什么？你主动？爹，你信我一次，
也信素哥哥一次，好不好？昨晚的事，是我自己愿意的，是我想嫁给他，他没有强迫我，一分一毫都没有。可妙清妙锦才10岁啊！爹，您误会素哥哥了。误会？在我们3姐妹，早上是他替我挡了灾，若不是护我，他本不必如此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爹，您跟我来。大丫头，你倒是说啊，憋着能憋出花来。爹，其实不是素哥哥强要了我，是我硬要了他的。啥？你再说一遍。是我太喜欢素哥哥了。我听说今日陛下要提亲，想把我许给燕王。若真应下了，我和素哥哥便再没有机会。我怕一错过，就再也来不及了，所以我才先下手为强。怪不得，你是不是怕我怪朱素，故意编这些话哄我？爹，我能拿这种事开玩笑吗？妙清、妙锦他们俩呢？你别告诉我，这俩小丫头片子也……您想哪儿去了？妙清和妙锦清清白白，素哥哥连他们的手都没碰过。那他俩腿怎么瘸的？打的。啥？是妙锦出的主意下药，妙清跑腿去买。素哥哥知道后，就一人赏了他们2顿屁股，算是出了气。这都叫什么事儿啊！大丫头，你明明喜欢吴王，为什么不直接跟爹说，非得闹这么一出，就为了逼他娶你？爹，我和素哥哥的事，不是3言2语能说清的。我原本也不想走到这一步。可谁料李文忠那边太不中用，转眼就被王宝宝打得找不着北。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李文忠败给王宝宝了？北方800里加急的军报，昨日清晨才送入宫中，满朝文武至今还被瞒着。我也是昨夜皇帝在饭桌上才隐约提了一句，可我这个大女儿足不出府，又是从哪里知道的？北边战事正紧。陛下偏在这个时候请爹入宫吃饭，还摆的是家宴，这还不够明显吗？陛下是想让您出山带兵，可惜了。你若是男儿身，凭这份心思，早该做一品大员，统兵挂帅了。可你这事儿未免也太什么？爹，你这脑子有时候还不如汤和叔呢。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？战场打仗，靠的是刀枪，是排兵布阵，是谁更能撑到最后。可朝堂上的事，靠的是看不见的算计。
爹只知道往前冲，可知道旁人心里怎么想？您真以为陛下让你做太傅右丞相，是因为您只会打仗？您真以为陛下明知道你比李文忠更稳更强，却迟迟不让你挂帅，是因为嫌您老了？那是为什么？因为陛下怕您手里兵权太久，压得文官喘不过气，怕武将势大，朝堂失衡，更怕有朝一日您功高震主，哪怕您没有那个心，也会被旁人推到那个位置上。李善长、刘伯温、胡惟庸这些人，早不知在陛下耳边念叨过多少遍：一个武将不能掌兵太久，一个功臣不能离军心太近，一个姓徐的人更不能让天下将士只认徐达，不认皇帝。所以陛下只能先把您架空，想让您歇歇。可李文忠一败涂地，北边没人顶得上，陛下没了选择，又只能把您请回来。爹，您若重新挂帅，打赢阔阔，功劳该有多大？可您想过没有，陛下到时候该怎么赏您？给金银，送美人，您缺这些吗？太俗，史官写起来都嫌寒碜。升官呢？我如今已经是魏国公，官至太傅右丞相，再往上还能怎么升？再往上，难道封王？不可能！活着的异姓王，做梦！便是有，也是死后追封个名头，给子孙脸上添点光罢了。所以啊，最后一条路就只剩亲家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好家伙！爹，您笑什么？大丫头，你这双眼睛比天上的北斗星还亮。我只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苏哥哥是天下第一好男儿，谁都比不上。那小子有担当，有胆气，还知道护着你，比燕王那闷葫芦强。亲家，陛下请您赴的不是朝宴，而是家宴。家宴上谈的自然不是军功封赏，而是儿女姻亲。太子、秦王、晋王都已娶了正妃，再往下排，也该轮到燕王了。可我不嫁燕王。我知道，若等爹入宫回来，一切便尘埃落定，所以我只好听妙锦那个疯丫头出的馊主意，先下手为强，把吴王定下来。燕王、吴王随你挑。燕王稳重，倒也相宜。老朱，你这当爹的拿我当练靶子了吧？
殿下，秦王妃来了。谁？秦王妃。二嫂，她来我这儿干什么？她平日连我吴王府门朝哪边开都未必知道，今晚怎么偏来了？吴王伤成这样，还要躲着嫂嫂吗？完了，人在门口了。别动，都伤成这样了，还讲什么虚礼？二嫂亲自来，我这不是怕失礼吗？一家人何必这么生分？一家人，二嫂半夜来看小叔子，这家人是不是太亲了点？二嫂这么晚过来，是二哥有什么吩咐？不是秦王让我来的。我听说你被父皇罚得厉害，放心不下，便来看看。小伤，小伤。这也叫小伤？二嫂，坐那边，坐那边也能看见。隔那么远，怎么看得清你伤得重不重？我真没事，太医看过了，活着呢。你这张嘴倒是没伤，血都透出来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是药颜色深。别躲。二嫂，你要做什么？二嫂，让我看看。二嫂，你这是干啥？别慌，我只是想看看伤口。二嫂，这不是慌不慌的事。你是我二嫂，我是你小叔子，你看我后背，这传出去像什么话？都写成这样了，你还想着像什么话？我带了草原上的伤药，祖上传下来的方子，沾血止痛，生机也快。真不用，我让下人弄就行。嫂嫂金贵，别沾这个晦气。你不信我？不是，我没不信，我就是觉得叔嫂有别，这事儿多少有点冒犯。原来叔叔是怕人嚼隔根。大门敞着，外头侍卫丫鬟站了一排，咱俩清清白白，能传出什么风言风语？清白也得避嫌。那叔叔和徐家丫头关门关窗的时候，怎么不避嫌？那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想哪样了？叔叔这么拦着我，该不会心里对我有别的念头吧？胡说，绝对没有！这话要让二哥听见，我这屁股还要不要了？叔叔可真经不起斗。这种玩笑容易要命。我不过是给你上个药，又不是偷你去。小时候家里那个小祖宗，3天2头摔得皮开肉干，都是我收拾的。伤口怎么洗，药怎么敷，我熟得很。可你若再拽着被子，倒像是心里真有鬼了。好家伙，句句都是钉子。那麻烦嫂嫂了。这才怪。嫂嫂被吓着了。不是水，是泪。父皇下手太狠了，就为了点小过把你打成这样。这女人哭了，真哭了。二嫂，别说话，趴好。啊！再乱动，伤口又要裂。别逞强。轻点，轻点。知道疼就别嘴硬。我这不是怕丢人吗？我怕二嫂看完以后见我就想起这背。那就快点好起来。这药怎么这么凉？不疼了？草原上骑马摔伤、刀剑擦伤都用这个。还真有点东西。二嫂，别动，还差一点。这香，刚才进门时就闻到了，不浓，可越靠近越清楚。二嫂，你这药厉害，要是拿去太医院，太医们怕不是要抢破头？你倒会打怪。疼的时候不说话，我怕自己叫出来。现在还疼吗？不怎么疼了。
那就好。二嫂，药也上完了，你看这天也不早了，要不……急着赶我走？不是赶，是怕二哥误会。你这么怕秦王，我更怕父皇。又来了，二嫂，还有事？叔叔，听说你前些日子在黄庄折腾出一种稻子，能让粮食多收5成。他问这个，听说你前些日子在黄庄折腾出一种稻子，能让粮食多收5成。高产稻，他不是来看伤的。叔叔怎么不说话？二嫂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好奇，你总能折腾出些旁人想不到的东西。好奇，半夜带药上门，贴着耳朵问两种，这叫好奇？不对，他每一步都想关心，可每一步都在往我身边凑。观音奴、敏敏、秦王妃也是王宝宝的亲妹。北原缺粮，他问我多收5成的稻子，这是冲稻种来的。叔叔，这香不是普通脂粉，像安神香，又像让人放松警惕的东西。药是凉的，香是软的，话是冲命门来的。叔叔若是不方便说，我也不逼你。不逼？你这都快贴我耳朵里了。不能揭穿，她是秦王妃，我二嫂，撕破脸，我先死。既然你想演，那咱们就比比谁演的真。二嫂想听这个？若叔叔愿意说，也不是什么大秘密。我只是听着新奇。新奇？你眼睛都快亮成宫灯了。其实吧，这稻子说难也难，说简单也简单。怎么说？钩子都送到嘴边了，不咬一下，岂不是不给二嫂面子？行，你真想听，我就掰碎了讲。我听着。这稻子吧，说白了也不玄乎，就是2个不一样的稻子凑一块儿，生个更争气的娃。生娃？对，爹壮娘也壮，生出来的娃个头大，饭量足，扛风扛雨，还多节粮。稻子也能这样？万物都有门道，人有血脉，稻也有种性。听得懂就怪了。那要怎么让2个稻种凑到一处？这就麻烦了。麻烦在哪里？先得看苗，哪株穗子密，哪株抗病，哪株早熟，哪株不怕涝，还得看花期、风向、水肥、田泥、时辰。你刚才说的简单，我说的是道理简单，没说做起来简单。二嫂若真想懂，光听我躺这儿说没用。那怎样才有用？明年开春。开春？城南黄庄第1批秧苗下田。二嫂若真想学，就搬去黄庄住几个月。每日卯时起，看苗、祭穗、翻泥、验水，我在旁边手把手教你。叔叔，
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知道啊，教你种稻。我一个秦王妃，与你去黄庄住几个月？二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门敞着，侍卫丫鬟站一排，咱们清清白白，传不出风言风语。黄庄也一样啊，人更多，地更大，更清白。伤药1日2次，别沾水，别乱动。记住了。那黄庄的事？没有黄庄的事。可二嫂不是想学吗？我不想了。再不走，我这伤没死，神仙吓死了。不行，这事得赶紧告诉二哥。老五，在屋里磨叽啥呢？开门！二哥，他怎么这时候来了？观音奴是不是来过？二哥，你这消息挺灵啊，少跟我打哈嘛。他是不是刚从你这儿走？完了，这架势不会真来捉奸吧？二哥，你听我说，二嫂就是来看看伤，大门敞着，下人都在，清清白白，绝无半点。他碰你哪儿了？他给你吃什么了？喝什么了？用什么了？不对，这不像吃醋。这个盒子哪儿来的？二嫂留下的伤药，你用了？用了。你是不是傻？他的东西你也敢往身上抹？不是，二哥，那药挺好使的。头晕不晕？胸闷不闷？不晕，不闷。眼前有没有发黑？耳朵有没有发热？心里有没有发慌？我现在被你吓得挺发慌。看着我，二哥，你到底干什么？他连这个都带来了。老五，你离他远点。她是你王妃，正因为她是我王妃，我才让你离远点。你以为她只是长得好看，说话温柔？那女人的心眼儿比马蜂窝还多。二哥，你们夫妻感情这么差？夫妻？我跟她是父皇一纸诏书凑到一块儿的。她嫁进秦王府，不是来给我当贤内助的。她叫观音奴，也叫敏敏特木儿，王宝宝的亲妹。北边这些年缺粮缺得厉害，你那多收5成粮的稻子一传出去，他能不盯上？果然，二哥也知道他种稻子来的。父皇把他塞进我府里，说的好听，是安抚，是招降，是联姻；说难听点儿，就是把一颗火药丸塞到我枕头边。那你还放着不管，我怎么管？碰他，怕他反手给我一刀；冷着他，怕北边借题发作；送走他，父皇第一个抽死我。他背后是王宝宝，是北元，是一群恶急眼的狼。我秦王府看着风光，其实床头睡着个炸弹。所以你这些年我没碰过他。老五，我不是吓唬你，他若真冲你那稻子来，你一个没防住，泄出去的不是几粒种子，是军粮，是人命，是大明和北元的命门。二哥，你这么看我干什么？老五，你脑子比我活。你少夸我，我害怕。你今天能把他逼走，说明你还有点本事。不是，二哥，你想干啥？这女人，我不能动，也不能撕破脸，可放着她，她迟早要惹出大祸。所以你想个法子。想什么法子？把她这颗炸弹给我拆了。我？对，你。她是你王妃？我知道。我是你弟弟。我也知道。那你让我拆她？你要真有本事，能把她收了，我绝不吭声。我亲二哥
让我去收了他王妃？你看我干什么？我说真的。二哥，老朱家的血脉是不是哪里出了毛病？